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。这里是新的一期的内容。我们这一期与以往的不同，我们将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之前读过的一些好书，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。当然，我的分享内容也参考了网上很多的资料。如果大家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的话，喜欢的同学们可以去购买全书阅读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分享了。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学会花钱》，它告诉我们花钱该如何去掌握分寸，以及如何避开那些花钱的误区。这本书它把金融理论和金融学工程以及概率论、统计学、行为经济学等的理论，都生动形象的例子与花钱这件事情结合了起来，并且它告诉我们如何明智的去使用我们的金钱，以及如何避开花钱的误区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，他叫做野口真人，他也是日本非常有人气的一个 MBA 导师。这个作者长期活跃于金融界，他先后在瑞士银行、摩根大通、高盛等公司都工作过，并且现在也在日本最大的商学院 Globus 学院里教授财务管理课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本书教会了我们如何掌握分寸的花钱，以及如何避开花钱的误区。首先，我们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会不明智的花钱呢？比尔盖茨曾经就告诉过我们，人类从猿进化为人的过程大概经历了20万年，而人类使用金钱的历史才不足3000年。我们使用金钱的时间实在太短了，于是人类对金钱的使用方法并不是那么的熟练，所以才会导致有花钱不明智的这种行为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不习惯金钱作为价值尺度和储蓄的手段，这也导致了我们不理智的花钱。而在我们讲解的这本书《学会花钱》里，野口真人就从金融理论、概率论、统计学和金融工程学等角度，试图去回答如何明智的使用金钱这个问题。例如，为什么今天的100元比明天的100元更值得？为什么一杯1800元的咖啡也有人消费？为什么买著名画家的画作，这就叫做投机而不是投资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吧。同样从3部分为大家讲解。第一部分呢，我们说说如何用好这3个钱包，让钱越花越多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说说掌握一个花钱的原则。第三部分，我们说花钱时应该避免哪2个陷阱。好，第一部分，如何用好3个钱包，让钱越来越多。首先，为大家解释一下3个钱包究竟是什么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用这3个钱包。这本书里的野口真人就根据花钱的目的，将钱分为了3个方面，也就是刚才提到的3个钱包，它们分别是消费钱包、投资钱包和投机钱包。那么这3个钱包在我们的生活里分别又指代了什么呢？首先，消费钱包就是用于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，比如说吃饭、买衣服、度假等。其次呢，就是投资钱包，这些钱可以未来获得更高的回报收益，但是目前需要先预付一些金额来满足未来的这些收益，比如说个人能力的提升方面、子女的教育投入等。最后的这个钱包就是投机钱包，它是指某个时期我们买入了某个东西，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升值，比如说我们去赌博，比如说我们买了彩票，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投机钱包，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，并且短时间内的回报或者短时间内的亏损也会比较的明显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3个钱包如何花才会让钱越来越多。简单来说就是消费钱包适度的花，投资钱包要多花，投机钱包要少花。第一，消费钱包如何花？为了既能提升生活质量，又能够存到钱，我们需要把钱花在消费效用比较高的事情上，
比如买一个打折的保温杯回家去用，可是没过几天呢，这个保温杯就坏掉了，它不能再保温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和另外一种情况对比吧，比如我们买一个贵一点的杯子，贵一点的保温杯，它能够保温更长的时间，这个杯子可以使用更久。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的是，省钱并不是代表会花钱，要把钱用到高效用的地方上，才能够算这笔开支是十分的值得的。但是呀，当我们对商品的效用过分追求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导致一些不理性的消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宁愿有很多人剁手去吃土，也要买的原因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消费钱包，消费之前量力而行，先三思。第二个呢，投资钱包。投资钱包该如何去花呢？说到了投资，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、理财产品之类的支出呢？野口真人也告诉我们，这些当然属于投资，但是最好的投资其实是投资自己，因为人的判断资金如何分配的主体，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的教育足够的高，在高教育支持下做出的理性的投资，才会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如果我们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，持续的花钱参加英语学习班，这个就可以说是自我的投资，因为这笔消费会为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成长提供着潜在的增值价值。如果学习英语顺利和工作顺利的话，我们的工资就会大幅度的提升，从而适应更高的岗位，得到更多的资产。当然了，这个自我投资也包含对时间、健康以及子女的投资了。这3项投资的回报比例也是非常高的，同时也很常被人所忽视。那么我们谈谈第3个钱包吧，投机钱包怎么花？投资和投机都有不确定性，即都有风险性。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投资的风险和投机的风险自然都非常高，尤其是投机，一不留神儿，我们的投资可能就转化成了投机。投机的成功是一个低概率事件，并且我们无法掌控风险，就好比赌博一样。比如一些被商家炒得很热的天价艺术品，比如新闻报道里称为某个画家某幅画1000万元的人民币进行了成交，那么这个价格就会变成这个画家以及这个画家其他画作的参考标准。也就是说，展会上拍出的价格成为了衡量作品以及衡量这个画家的一个标准，这就是所谓的投机。事实上呢，因为价值是无法估计的，所以投机的钱包要尽量的少花。说的第2个部分给我们讲解了一个花钱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就是花的钱属于哪个钱包，并不仅仅看你买了什么东西，而是要看最终产生的价值是什么，就是你买的这个东西以后或者是当下能够产生的价值。这不仅仅需要我们理解合理的消费，进行多投资不投机，还要让我掌握一些花钱的原则，就是只买以后会更值钱的东西，只买以后会更值钱的东西，这样一个花钱的原则。这时候我就会涉及到了如何去评以后会值钱的东西呢？这第一，你需要知道估算一个价值。在民间的眼里，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算成钱来比较的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打算帮英语培训课程，得由一个学家 A 培训学校是1:1教学，稍微一村的学费30万日元。B 学校是1:1的教学，日常课程的学费是10万日元。那么你会做何选择呢？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式是打开钱包，在里面留上钱，这就是属于消费学的思路。野口真人呢，借此告诉我们，报考培训学校需要投资，因此要将未来获得的回报作为选择的标准。如果你就拥有国际业务公司，通过掌握英语运营到将来为精通英语而被授予更大的责任。
或者会因精通英语而被提升，会比工作变得更大更高，工资自然也更高。那么选择 A 选项的商务英语可以30万日元，更适合当下和未来的发展。那么如果你就职的公司属于业务大部分集中在国内，学习英语可能就是为了公司的内部升职考试，这样中等程度的英语水平足够应付每日的工作和未来的职业发展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可能选择学费相对较低的毕业学校，10万元日常规划英语课会更适合当前。于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的结论：当我们在投资时设想未来的回报标准，这就算是估算商品的价值了。那么第二点，正确的估算时间变量。关于时间变量，野口真人讲到了一则伊索寓言。在夏天的时候，蚂蚁们专心致志地储存着过冬的食物，但是蟋蟀则在树上忘情地唱起了歌。等到冬天来的时候，蟋蟀发现自己没有食物了，最终只能被活活地饿死。读到这里，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蟋蟀的一生毫无规划，但事实上，蟋蟀的生命只有2个月左右，最迟到11月。到了11月，所有的蟋蟀都会死亡，而蚂蚁即将成功的过冬，它的生命只有2年。很多蚂蚁甚至熬不到第2年的春天。那么，蚂蚁和蟋蟀的生活，谁会更有价值呢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考虑时间这个变量了。现实生活中，当我们在估算投资价值时，往往容易过高的估算，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时间这个变量。比如80岁的老人就不需要20年以后才会受益的理财产品。确定好每个阶段该做的事，正确的估算产品价值，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该做的事儿。那我们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3部分的内容吧。在我们花钱时，应该避免哪2个陷阱？2个陷阱，其中的第一个陷阱便是概率错觉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提提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。人的大脑虽然可以推导出合理的概率，但是我们并不擅长用概率进行分析。正因为我们不擅长，于是我们就是非常容易错误地判断一个商品的价值。打个比方，有红黄2个按钮，按下红色的按钮，我们可以直接拿走100万美元；按下黄色的按钮，有一半的机会拿到1亿美元，但另一半的机会什么也拿不到。这个时候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但是当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超过50%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风险才是最大的。这也就是概率思维。运用到红黄按钮的选择上，就是找到自己的期望值，比如期望值是500万，然后将价值500万元的选择权卖给一个有承受力的人，降低风险，获得最大的收益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在生活里更多的运用概率的思维，更合理的计算概率，才会增加赚钱的机会。那么第2个容易犯的错误呢，就是风险不确定性。这不确定性是金融理论对风险的一个定义，因为不确定性有时候会产生与计算不符合的结果，从而就导致引申出一个话题：我们该如何去规避这种不确定的风险？应对的措施便是组合投资，也就是讲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导致的倾家荡产。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哈里马科维茨提供的一个理论，依靠分散投资、多种投资来规避风险。比如创业前申请停薪留职，就是保留一个创业失败还有其他选择的权利。说到这儿呢，这本书的内容也分享的差不多了。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应该如何用好消费的钱包、投资的钱包和投机钱包这3个钱包，从而让我们的钱越变越多。结论就是，消费钱包要适度的花，量力而行；投资钱包要多花。投资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投资，
投机的钱包要尽量少花。其次呢，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花钱的原则，那就是我们只买对以后更有价值、对以后更值钱的东西。当我们投资时，设想未来的回报标准，预估时间变量，才能够正确的计算商品的价值，从而买到更值钱的物品。最后，我们花钱时还应该避免两个陷阱，这两个陷阱便是概率错觉和风险不确定性。应对措施就是多用概率的思维和组合投资的想法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